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龙，我是小薇，这是半斤。我们今天准备往抚仙湖的方向出发了。今天好冷啊，是一股寒潮来袭。然后呢，我看到那个新闻上已经发布了这个玉溪市的一个寒潮警告，就是说未来这2天会有大面积的降温。我们把这个最厚的衣服都拿出来穿了。那我们现在出发了。这边的天说冷就冷，说变就变了。你看今天就变成灰蒙蒙，昨天还是晴空万里耶，而且昨天的晚霞很美很美。一会儿是红色，一会儿是紫色那种。我们导航的是明星鱼洞，他说是要57公里，前面就上高速了，3公里就有个服务区，2.9公里了。到了服务区就到码头了。到码头。下面就是抚仙湖了，这看的还只能看到一点点。星云服务区。你好，进入服务区，请佩戴口罩，请扫健康码，请测体温。这个服务区它一直在响那个喇叭，从来没停过啊。请扫健康码，请测体温。阿龙回来了。你好，进入服务区，请佩戴口罩。油菜花哎，好漂亮。那边都3月份才有油菜花。我们总共40公里高速。看看多少钱吧。40公里29，算贵了哈。算贵了。就跟贵州差不多了。我们现在走上这个环湖路，环湖西路。它有这种路牌啊，看起来就像那种观光路一样。他说是说环湖，但是并没有直接靠在湖边走哈。那种路更好看啊，靠湖的话。这种有点大亚湾的感觉啦。你看也有这种海景房的感觉啊。那这边，这边就直接就在湖边了。哇，这些房子都是空置的，是烂尾楼吗？哇，这上面还写的什么退房还我血汗钱，10年无证买房遭罪。哇，这感觉好像是很多买了房子它是没有证件的呀。刚刚我们飞了一下航拍，我们发现这里呢是有一大片这个公寓楼，然后还有这个酒店楼的，但是都已经荒废了，就那种烂尾了。然后呢，在那个公寓楼上边一大片的，上面还贴了一些标语，写的是呢要这个房产证没有，然后呢还要维权，就是说可能是已经投资了的，很多人买了这些房子来投资，但是最后都烂尾了，在维权。有这个维权的标语，还挺可惜的，这么一大片的这些建筑楼，而且这地理位置十分的优越，它是面对着整片这个抚仙湖的，风景很好，但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这样子荒废了。我们现在去那个别墅群，好像说的别墅那边也有很多空置的楼，就别墅整栋的，好大一片哦。刚刚航拍就飞了好远才飞出整片面貌出来。你看这个都是开着的，开着的状态，因为没有人管理了已经。随随便便就进来了，都没人管理啊。对呀，一般这种别墅群是有很严格的管理的。对，很多保安呐，物业。你看这里就成了烂尾了。这里只能走。你看它上面。空着了，小心点，这个有个坡，这个坡好大。哎呀，就这条路上去。就连门都没有装的那种，玻璃都烂了。烂了，应该有10年了吧？因为它那个贴的就是10年哈。10年维权。堵死了。待会倒出去了。这前面的路被堵死了，往前走不了了。这些房子修的都挺好的，至少已经修完成了。但是，为什么修完成了反而还没人来住啊？对呀，它怎么烂了呢？怎么就变成烂尾楼了？
你看那个荒草都长了一扎一扎了。爸，你要在车上看车了。不过这些地方有那种，诶，人家说这种地方有那种逃犯。逃犯？对，就是说那种，就是说是杀了人啊，干了坏事啊，或者缉毒犯的，他会躲到那些就没人住的地方，然后里面搭帐篷，就在里面吃住多少年的那种。哇，走在这里面，我们应该带狗来哈。那我们车停在那里呢？好大一片啊！那山顶上还有。就这个就可以进去啊！你看这个，这里还可以上去。万一有坏人住在这里面。哇，哇，这个景太好了，好浪费啊！整个湖景尽收眼底。这边的景色，湖景尽收眼底，可以这么说。这是他的客厅吗？这应该是客厅吧？这是半间客厅。对，有可能。但是我好奇怪，为什么别墅它这么矮的空高啊？别墅不是应该4米啊、3、4米啊？客厅的位置。这边呢？哇，能转一圈啊，这房子。没了。哦，再转一圈。这是阳台。啊，这是阳台。我只是在阳台晃了一圈。这只是阳台。风好大呀！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户外活动的区域，因为旁边就是阳台嘛，这里面才是空高高的房子里面。哦，阿龙。它这个只是叫入户花园吧？对。我们刚才看到那个位置，可能就是饭厅跟。对，你看房子里面是进不去的。你看这里面应该才对是。这是他们里面住的部分，是进不去。住的部分应该很高哈。往上边走还有很多很多这样子的别墅楼，都没有人住了，全部都烂尾了。能上去啊？这些别墅楼呢，全部都建在这个半山腰上，就是这个视野很好，能看到抚仙湖的整个湖景。就外观的阳台部分也是可以进去看的。哦，它连玻璃都是烂的。对呀。你看。荒了10年了，说的是，他路都没修好，别人就是想来住都没法来弄吧。而且，如果他这些房子是被抵押了的话，他办不了房产证，然后他也没法来住。不对呀，我觉得就算没有房产证的话，应该人是可以住在里面的呀。但没水没电啊，他没有完成这基础设施的修缮啊。哦，没水没电哦。对啊，怎么住啊？没法入住啊。
连这路都没修好。对啊，你看路都这样子，那些路灯都没有，晚上怎么进出？就算别人要装修，需要一条好路，别人才能搬沙发进来哈。对呀、嗯，家具都没法弄了，到时候像这种房子应该都是上千万一栋吧，应该要1000万一栋。至少几百万吧。对，有钱人也有烦恼，对，像这种楼的话就是烦恼嘛。啊，比如说有人投了1000万弄这个别墅啊，如果他自己有1000万，很多钱还好。如果他是按揭的嘞，那不就每天给按揭就哭啊？唉，投资需谨慎啊。我们就站在这个荒山野岭里面，还是吓得慌哈。这里太荒了，一个人都没有。你看这个草，主要是还那么大的风，吹得呜呜的。我现在要把车往下面倒一点。还好有个宽一点的位置，把车掉头了。我们现在先下山了，这个荒山野岭的半天都没有一个人。好晃啊！哎呀哎呀！山上的这一片别墅群还真是空的。就在这地方啦，就可以去湖边了。这里的环境好好啊，这么大一片房子这样荒废在这里，好可惜呀。尤其是上面的别墅，真的是好大一栋一栋的。关键太有力气了。对呀，但是这个浪好大呀。这边好多游船啊，但是今天风大浪大，半夜还可以随便跑啊这里。啊，好冷啊！好冷啊！主要是这个手，还有我的鼻子都一看一下就变紫了，一会儿就紫了。我的手都冷到有点发僵。哎呦，太冷了！走，怕感冒。我刚刚上网了解到一些信息啊，就是说呢，这个九龙城景呢，它是占地呢一共是有100多万平方米的，然后呢，它是一个集5星级酒店，还有这个豪华，这个海景公寓，然后呢还有这个海景的别墅，投资了应该是不小的，具体投资了多少是没有查到，但是看起来是真的不小，对啊，应该是很多亿。然后呢，这个是整个地区啊，它是10年是开盘的，然后目前我看到网上的信息是仍然在售，但是呢，我看着我们现在来看到的就是烂尾了哈。连售楼那个地方都没有，没看到在哪里。就包括那个酒店，然后还有这个公寓，还有这个别墅，就已经全部杂草丛生了。刚好我们看飞航拍都看到上面，连这个公寓楼上面都已经长满了草，路都没修好。对，去那别墅群。我们走了，接着出发去明星鱼洞。